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开个闲聊哈。最近看了一个就是这个毕树西风哈，就是他写的一篇文章哈，挺值得参考的哈。所以呢，我今天就把他的这个讲水浒的这个部分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现在都会知道呢，就是国内呢有很多人在惩治这个叫做炫富的网红哈。那么司东纪呢就说这些人促进了消费，然后他们的钱他们想怎么花都归他们自己的事儿。司东纪呢，为此呢，在节目上都发飙。从这个角度去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不能仅仅是从他们就是炫富这个角度呢去分析这个问题啊。其实呢，你应该讲的更仔细一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毕树西风讲的这个事情呢，就讲的很清楚啊。就是你要知道哈，就是在整个这个叫做我所学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文课本里面哈，我记得哈，就我的记忆当中，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唯一《水浒传》里面选入这个叫做高中课本还是初中课本，我忘了，就是选入高中课本的唯一一篇《水浒传》的文章是什么？就是鲁提辖三拳暴打镇关西哈，我记得就是这么一篇文章哈。然后所以呢，这篇文章呢，大部分的中国的这些80后啊，然后呢或者90后啊，可能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呢，这篇文章呢，这个老师跟你讲的时候呢，和这个社会现实呢，其实偏离的比较远。那么这个毕树西风的那个讲法呢，就和你的这个现实就离得比较近。他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先从各个角度去看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在这个镇关西所侵占的这个叫做什么金翠莲本身是不是一件罪恶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件罪恶，因为金翠莲呢，一开始呢以为他傍上了一个好人家，因为他觉得呢，他一开始不知道镇关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反正就听说有一个人就是在这里面有点房产，有点家业。然后呢，又挺有钱，然后呢，就是她也就是一个贫苦出身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带着一个没什么大用的这个老爹，然后两个人呢，这个相依为命也没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就是能嫁给一个有钱人家做个姨太太，然后呢，帮他生个小孩，然后呢，换口饭吃，这个也是一种求生的办法所以呢，他本身呢，他并不反对嫁给镇关西，所以呢，他一开始呢，他不是为了女权而去向这个鲁提辖诉苦那他是为了什么呢？就你要知道镇关西强占金翠莲这件事情它离谱在哪里？这个镇关西呢，给了他一份这个卖身契他签了一份卖身契，但是他没拿到那个钱。就那个镇关西嘛，他小气，你听懂了吗？就他小气，没给金翠莲那个钱，然后呢，钱没给了，然后呢，便宜占够了，然后呢，到最后呢，这个金翠莲呢说，那我就不跟你过了。然后呢，这个镇关西又说呢，你得把卖身契的这个钱还给我。然后呢，你还不起是吧？还不起你就去那个什么酒店里面卖唱，然后卖唱的同时呢，我还过来整天的骚扰你。金翠莲不是不愿意卖但是他不想卖的这么贱，对吧？他就说我做了这么大的损失，忍受了你那么多咸猪手，然后呢，结果呢，我还要给你钱。想到这个事儿金翠莲就忍不住掉眼泪，那不就被那个鲁吉霞给看到了吗？就算你係最出色嘅豬肉佬，你都要俾翻嗰條，你叫雞唔使俾錢啊！這個就跟周星馳講的一樣，你就算是最出色的豬肉佬，你還是要給過夜費啊！我不是不願意跟你做這個生意但是我不是說我要倒貼跟你做這個生意所以呢，金翠蓮他的角度來看呢，鎮關西這個人呢，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一個是小氣，然後一個是狡猾，一個是奸詐，跟他所想象的那種大戶人家完全不一樣所以呢。想到了自己的人生这么悲催所以他就在慢慢的给流眼泪然后呢，轮到鲁提辖那边鲁提辖那边他听说有个镇关西他一开始不知道什么镇关西这么大名气结果人家一说就是个卖猪肉的然后就是个屠户。然后呢，你想想看，从那个鲁提辖那个角度这个鲁智深那么一大把的年纪然后呢又没有娶妻生子30多岁是35到37那个感觉然后呢又没有娶妻生子，然后又没有置业，然后呢也没有房子没有房产，没有田产，然后呢就住在这个小什么经略府嘛，那个就是小经略府那边，然后呢就属于是个借住的一个就是公务员，然后呢他这个功夫那么厉害，然后但是呢他没有财产，然后没有资本，但是你这个镇关西一个杀猪的，然后呢不但呢有房子有田，然后呢娶了好几房姨太太，日子过得不错，然后呢名气还老大你这什么水平的人都叫镇关西所以呢，这个鲁提辖听到这个镇关西这个事情，首先你干的这个事儿呢，就不是个人事儿你这个你占了人家的便宜，你还要收人家的钱，
那么同时呢，又觉得哎羡慕妒忌恨，你这人怎么就那么有钱啊？然后呢，我还真要看看你有啥本事。就以这么一个故事的这个构造来讲，两个人一拍即合哈，所以呢，鲁提辖呢就非常想要去把这个镇关西呢给他给打一顿呢。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就是《水浒传》这个作品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精神内核，它那个精神内核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讲述的是一个北宋年间，然后就是一个和平年代，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版本变了之后的这些武林人士的这么一个处境啊。你要知道呢，就有关北宋的时候呢，我们对他们的大部分评述呢，都是就是说重文轻武啊，就是说文官他的地位比较高，然后武官的地位比较低，然后呢又长时间的不打仗，走的是和平崛起路线啊，然后呢就是和周围呢都是签订各种和平条约啊，所以呢经济发展的特别好，但是武力呢是比较荒废啊，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呢，这个叫做所谓的这个英雄豪杰啊，有了一种叫做有力没处使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虽空有一身本事啊，但是不得到社会的承认啊。结果呢，这些就是镇屠户，还有包括西门庆这些哈，就是我们讲新兴的这个资产阶级哈，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从《三国演义》的这个角度去看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这些武将、这些英雄豪杰，然后上阵直接一刀把什么颜良给砍掉的关羽啊，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是最为了不起的。我们谁关心这个在《三国演义》里面做生意的这些人呢？你就像这个刘备娶的老婆，刘备有个糜夫人，那糜夫人她有一个哥哥糜竺，然后呢还有个糜芳，然后糜芳最后把关羽给卖了，就是糜家啊，在以前的徐州啊是一个大富商。那么我们有知道这个糜竺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吗？你会发现《三国演义》是没有写这个事儿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是战乱年代，武将呢是最重要的，英雄豪杰的故事，这个可歌可泣的关云长的生命啊，才是我们最想关注的一个东西啊。那对于那些就是做生意的人，就是那些赚了钱，他们到底怎么赚钱，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关心，对吧？但是呢，这个故事呢，到了这个北宋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武官他就是英雄豪杰，空有一身豪气，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出路，然后呢，又找不到什么赚钱的办法，然后呢，就是一天呢就憋着一肚子的闷气哈。但是呢，反过来像什么这个镇关西啊，然后呢，这个叫做卖猪肉的猪肉佬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西门庆是卖生药的嘛，就是开个生药铺子，然后就这些呢，你在这个《三国演义》里完全看不上的这些行当，所以呢，这个刚好呢是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小说，就是从武林的这个或者说大格局的这个武将的这么一个格局的小说呢，转到了一个叫市民生活的这么一个小说的背景哈。所以呢，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呢，北宋这个朝廷它本身就有这样一大帮的人哈，就是由这个叫做自己从不停的这个叫做积累财富，然后呢就通过自己的专门的手艺，然后呢赚了一笔钱，然后呢就置房置产，然后呢成为了一方恶霸这个东西。包括你像这么卢俊义，他们是一方员外嘛，是吧？就有这么一帮新兴的这个资产阶级，他们在所有的这个武官的眼里面呢，是看起来是最难以忍受的一批人，这个叫做版本之子。就是说镇关西和西门庆呢，就是在北宋那个时代的版本之子，他们吃足了版本红利，所以呢，他们的日子呢过得比那些英雄豪杰要好。那反过来讲，那些英雄豪杰呢，都变成什么叫做版本逆子？就是说这个情况之下呢，首先皇帝防着你们这些武功高强的人，其次呢，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呢，本来也就不会赚钱，所以呢，《水浒传》这个作品里面呢，有一个章节呢，其实是非常能够比喻整个《水浒传》的一个精神。那个章节叫什么呢？叫做杨志卖刀啊。就杨志这个人呢，武功高强啊，但是呢，他落魄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他要把自己祖先留给他的一个宝刀拿到街上去卖。但是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啊，你卖宝刀这个事情呢，看的人都少啊，没有人真的来问价。然后最后呢，惹上的只能是一些地痞流氓。这个整体呢，就是《水浒传》的一个缩影啊。所以呢，你就看到啊，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当中的这个叫做镇关西，还有包括这个西门庆，然后呢，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较好。那鲁提辖呢，本来对你就有气，然后你干的又不是人事儿，那么鲁提辖呢过来呢，就是要替天行道，就是要把你打一顿的。但是呢，我跟你讲，鲁智深这个人物啊，就是我以前看老梁说书的时候呢，也讲过这个事情。就是鲁智深这个人物呢，几乎是《水浒传》里面唯一一个真正的豪杰，就是他做事情呢非常非常的聪明。就是说他做什么事情呢，都是有很多盘算。然后呢，他虽然知道要替天行道，但是呢，
他不是那种特别鲁莽的人，他做事情呢先要做准备啊，然后呢他先去弄了好多猪肉过来，对吧？然后呢要那个郑屠啊，就是那个镇关西帮他去把那个猪肉给碎了，然后呢就让他一直在那砍，然后呢砍了半天之后呢，到最后呢郑屠知道他是来找茬，然后呢才过来就是发脾气，然后呢再跟那个鲁智深打，这个鲁智深的就3拳把那个郑屠夫就给打死了。就《毕树西风》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说镇关西这个人呢，他确实有钱。但是镇关西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首先第一个，他所做的所有事情呢，都是对他自己的私欲有利啊，但是他没有功德啊，他就没有做什么好事儿。同时呢，他还特别的高调啊，就是他把自己的名称叫成了镇关西。从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真正的道理来讲，就是如果说你有钱可以，你有钱可以，你赚钱你自己辛苦赚来的可以，然后呢，你有钱，然后呢，你不干好事儿啊，你不积功德。这个也可以，但是呢，你既然你有钱又不积功德之后呢，你就不要高调。这个就是你如果有钱呢又不积功德，然后你又很高调的话呢，最好你有地位。然后呢，这个镇关西呢刚好就是他有钱不积功德又很高调，然后他又没有地位，所以呢他就什么的保护伞都没有。像这种特别小气的这么一些富商啊，他很多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去花那个钱去，对吧？打通上下关系，因为他不打通上下关系呢，所以他没有靠山。那个鲁智深呢，他拿了一大堆这个肉啊，然后呢要他去碎肉，然后呢要把它切成什么从什么瘦肉、肥肉啊，什么这个切了好几个时辰。你认为他是白干的吗？其实不是啊。鲁智深让他去切那堆肉啊，其实有3个目的，至少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说，给你点时间，就是说你看到一个这个叫做武功高强的一个豪杰过来你这边，然后呢看着这样无理取闹，那么你就给你一点时间，就是让你去通知你上面的靠山，对吧？你给你这件事，如果你有靠山的话，我鲁智深就不惹你了，对吧？我就没有必要把你打死。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看周围人的反应，你就看。当你鲁智深在提供这么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目标，然后呢让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告诉其他人我在欺负这个镇关西，然后呢周围只要这个街坊邻居稍微跟镇关西关系好一点的话呢，他就会站出来说话。然后呢，如果说这边的人呢都支持镇关西的话呢，那鲁智深呢也不会打死镇关西，对吧？他就给你那点时间，让这个周围的街坊邻居有所反应。第三个呢，就是专门拿来消耗你的力气，就是说这个切骨头啊，什么切肉啊，什么东西啊，对于这些习武之人呢，你要切得好的话呢，其实也很费力气，消耗你的力气，方便这个叫鲁智深打你的时候呢更占优势同时呢，最后呢，就是说，如果说能够激怒你的话更好。你要和别人打架，你要在打架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呢，你最重要的办法是什么？就激怒对方。所以呢，到最后呢，镇关西呢，基本上全部都中了他的圈套。到最后呢，鲁智深一看，哎呦，你没有靠山，然后周围的人呢也不帮你，然后呢，你这个人呢口气那么大，周围的人也不喜欢你，然后我打死你啊，我基本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呢。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鲁智深呢才放开手，啪啪啪3拳打死镇关西。所以呢，他整个故事里面呢写的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这篇镇关西这个东西会选到高中语文课本里面？就在这里就里面写的东西呢，其实挺有道理。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讲这个在《水浒传》里面2个最代表性的这种，就是这种土豪劣绅呢，那么就是一个就是镇关西，另一个就是西门庆嘛。那么你说，如果《金瓶梅》要写的话，他其实可以在《水浒传》里面选各种人物，那他写镇关西行不行呢？但是为什么《金瓶梅》没写镇关西呢？他去写西门庆了呢？就因为西门庆和镇关西呢，他们2个人做人的水平不一样。就是西门庆他也是个坏蛋，但是问题是呢，你就看就武松要杀西门庆的话呢，你会发现呢，他就会比杀镇关西的话付出代价要多很多。首先第一个呢，就镇关西不是镇关西的，就是那个西门庆被武松杀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有人帮他报信，就说明呢，西门庆呢平时呢对下面的人打点的很好，一听说武松要杀过来了，居然有人去报告给那个西门庆，然后西门庆就要开始跑，然后呢杀完西门庆之后呢，上面的人呢还要跟武松过不去。他这个西门庆他最大的特点和镇关西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下能入地，上能通天他上面的人打点的足够的好，下面的人呢也得了他的好处。所以呢，武松要杀他，首先有人通风报信，再到后来呢，那个官府还要处理这个武松。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武松杀西门庆后果呢，比鲁智深杀那个镇关西要大很多。所以呢，由这么一点。
一点细节上的区别呢，这个兰陵笑笑生这个作者呢，他就嗅到了这个味道啊，他就知道哈，就你写西门庆，你把西门庆的这个上能通天和下能入地这两个东西呢，把它写清楚的话呢，它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一个小说，现实主义的东西哈。我们就说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混哈，就你为什么炫富这个东西不被人家所喜欢呢？原因在哪里啊？就是你炫的富又跟我有何干系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讲有很多种不同的炫富，1000万日元，有的人去买豪车，有的人去买这个名表，有的人呢拿着1000万呢请大家吃饭，对吧？然后你说这两种做法哪一个会比较好？就同样是炫富，你会发现呢后者会好很多。就平时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你拿了人家的东西，然后呢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知道人家是炫富，但是呢你也不好说什么。你像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也是这样，你做慈善啊，你只要做啊，就没有人敢说你，没有敢说你的不对，就说你这是炫富，你自己赚了钱，然后你自己就开心，然后就让你花在你自己身上，然后你从来不花给别人，你不花给老百姓，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个人上来把你3拳打成那个叫做鼻青脸肿，也没有人同情啊。所以呢，就说鲁智深呢就非常的清楚啊，就把整个人世间的这个道理搞清楚了哈。所以呢，他一看镇关西他是这么一个性格，虽然他非常的成功，然后呢也很有名气，然后呢名声很响又很高调，然后呢又足够的有钱，但是他因为上面没有人罩着，然后下面又没有人支撑着他，所以呢这个鲁智深直接上去3天给他打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到最后鲁智深其实判的比那个武松要轻得多啊。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就是在整个水浒传里面呢，这个镇关西的这么一段故事呢，虽然只有寥寥的这么一个章节啊，但是它里面揭示了一些就是我们直到现在的这个都会有很高的影响的。你不管是做人还是做政党啊，还有包括你做国家或者是做一个地区的什么领导啊什么这个东西啊，你都需要一个什么，就是需要从《水浒传》里面吸取这么一个教训啊，就是你无论如何呢，都要尽量的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那么反过来讲啊，这就涉及到为什么国民党在我的评价当中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政党啊。原因在这里啊，就是国民党它其实主要模仿的是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呢？它其实主要模仿的是日本啊，就是由孙中山从日本带回来的一整套的民主制度哈。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民主制度这边开始讲起啊，就是你会发现呢，就是我们讲了，就是以前我讲过这个，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区别哈。你要知道呢，民主党啊，其实它一开始呢都是那种小政府的那个形态啊。那为什么会小政府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欧洲的很多的国家，欧洲的很多国家为什么他们都比较喜欢雅典？为什么都比较喜欢希腊城邦？为什么？就是因为希腊城邦啊，他们是个小政府，你就会发现吧，欧洲的民主制度呢，它只适合小国，但是呢，当你成为一个大国之后呢，你都已经成了一个大国了，你还去允许他们搞这个民主自由？那你国家没有一个集中的权利，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怎么运行一个大国？所以呢，国民党当初呢，从这个小小的日本啊，就是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东亚小国，然后呢，从这个小日本这边小日本这边拷贝了一个民主制度回去哈，然后呢就以为这个呢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哈，然后呢想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里面实行这个民主制度，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适应的情况。你就想想看，他们当初国民党孙中山提出来的三民主义哈，第一个叫做民族，就驱除鞑虏，复我中华，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主国家，民族、民权和民生哈。但是呢，你把这个三个东西都拿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共产党呢，其实呢，跟国民党呢刚好完全相反。这是在这3方面哈。首先，第一个，共产党不是一个民族政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民权的地方哈，就中华民国要建立的是个民主国家，但是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它要建立的国家叫做共和国，对吧？你像我们那个著名的电视剧叫什么？叫《走向共和》。然后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共和党啊，就一个是美国共和党，另一个叫法国共和党。法国共和党呢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保守政党，就除了这些就是曾经建立过共和国的国家之外呢，大部分的国家呢都没有共和党。所以呢，只有在美国和法国，还有包括就是有共和国称号的中国这种地方呢，就共和这个思想呢是会比较被受到重视的，就民主集中制。所以呢，你说美国的那个历史，它为什么向往罗马史？为什么喜欢那个
法西斯呢，对吧？那个独裁那个大棒呢，对吧？那个不都是罗马搞出来的吗？为什么喜欢这个元老院的这个民主集中制，他不喜欢雅典的那个民主分散制呢？原因就在这里了，就是因为呢，共和呢才是比较适合大国形式的一个东西啊，只有了共和这个东西呢，才能够称之为一个大国啊。就是当初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拿了一个小国的政治制度啊，然后拿来了整个中国来做小家子气的国民党啊，最后呢还是被大家子气的这个叫做所谓共产党呢给赶到了台湾去哈。那么你一个小家子气的政党呢，去了一个小岛，然后呢就这么一点地方，就这么点人口的话呢，你这个小的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越来越强化，然后呢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台湾呢就是从国民党统治期间开始呢，它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这个小气抠抠的。刚刚不是讲了这个民族民权，但是没有讲民生嘛？你说这个民生叫做平均地权啊，就实际上呢，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时候呢，平均地权没做到，但是呢，他跑到台湾的时候呢，他确实做了这个农业改革，然后搞了这个平均地权。这个平均地权的同时就是国民党为什么到最后会被民进党干掉呢？就是因为国民党在搞平均地权的时候呢，得罪了一大批的台湾本地的土豪乡绅。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民进党就算继承了这个国民党的政权但是他其实做很多事情呢，还是非常的小气，非常的抠抠搜搜啊。你就比如说我们讲，就台湾呢就很少在国际上面做慈善，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慈善组织是什么组织呢？就是 OECD 的这个叫做发展国家援助组织然后呢，当中有38个成员国和地区，但是它不包括台湾。就是台湾呢，从来没有掏出任何一分钱呢，帮助过发展国家做过任何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呢，就有点像镇关西。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就是镇关西呢自己存了钱，然后呢从来不给街坊邻居分一毛，天天想着自己包小姨太太，然后呢也没有打通天条，然后呢也没有跟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最出名的这个权力者呢打好关系就这些东西都存在之后呢，就导致了台湾呢就显得特别的小气。像一个暴发户，像一个镇关西你看台湾这个地方一是呢就是很有钱，然后呢，然后还很高调那什么赖清德一发那个演讲就是台湾是世界民主之光，台湾要站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什么什么，天天把自己说成世界上第一民主国家，然后自己的哎呀什么天天吹牛我的人均 GDP 都超过什么日本啦，都超过韩国了。所以呢，这是我们讲台湾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国际环境呢，其实呢相当的糟糕就比你想象的都要糟糕。这个世界上呢，其实大部分人对台湾的支持呢，都是嘴头上的支持。中国在台湾周边做的这个军演就有点像这个鲁智深拿着一坨肉，然后让这个郑屠在那里切这个肉然后呢。中国就是在看周围国家的反应你看有多少国家愿意真正的拿出这个真金白银，愿意站在台湾这边的，然后呢做一次看看行不行，然后下一遍呢你再把这个肥肉给我切成碎了然后呢瘦肉再切一遍骨头再切一遍，然后一次一次切，我就看周围的人到底有没有人过来帮忙，然后呢一直看着都没有人帮忙的时候呢，那个拳头对吧，这个拳头就硬了。有很多人说像我这个频道什么小粉红的频道什么爱国主义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我就说我们这个频道从来不是搞这个小粉红爱国主义我们这个搞的是什么？我们搞的是西门庆主义，对吧？我们要学西门庆，你做不了最好的人，你就做一个不那么烂的坏人，对吧？就这么个道理你像西门庆这种人，他的人生当中你要学的东西多不多？你会发现很多。西门庆和宋江有什么区别？宋江呢？他就是一天到晚的和下面的人打得特别好，就是为什么这些英雄豪杰、地痞流氓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觉得欠宋江的一个人情呢？就是宋江一直在帮助他们，就是宋江没多少钱，但是呢，他一直在帮助这些梁山好汉、地痞流氓。但是呢，这个宋江呢，只是对下面的人特别好，但是呢，他上面的人摆不平。那西门庆呢，对下面的人也很好，对上面的人呢，他也有道路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武松和西门庆呢，没有那个叫做所谓的杀兄之仇，没有那个那么深的仇恨的话呢，其实呢，这个梁山最适合的 CEO 还是西门庆就只要有了他的话呢，这你招安的话呢，也不至于说你招安之后你会死这个2/3的这个好兄弟。这个因为西门庆他会打点的，对吧？所以你说宋江为什么到最后被这些人当球耍，对吧？直接就是高俅，我说我把宋江当球踢。但是反过来讲
西门庆要真的管了梁山，那梁山就已经是对吧？那已经不是英雄豪杰的地方，那真的就是3个男人和105个女人的故事。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闲聊呢，就把这个《水浒传》呢和这个现在的国际政治呢稍微结合一点啊，然后呢，尽量把它讲的故事化一点啊，然后呢，还是从这个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这件事情说起哈，然后就跟你讲讲哈，在不管是国际政治还是你个人的做人呢，就很多时候呢，做事情呢就要有一点这个叫做所谓的小人的智慧哈，就像西门庆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呢，就主要是想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讲一下哈。